常呢 Gardenia 的 Happy Hour 是3:30到5:30，但是在硅谷下午茶 Happy Hour lasts longer，所以今天呢就请他们享受我们的这个 oyster， 这是从 Mexico 墨西哥海湾来的oyster， 名字叫 Kumiai， 反正是很美味的 oyster。现在这个所有的人都很发愁说 ，OK， 那我们的目标这么快就达成了，下半年怎么办？是要压更重的目标。但是有个问题啊，因为我是最近跟那个 OpenAI 增长的咱们一个朋友，对吧？然后聊，就是当然不是因为别的事儿，就是问他，我们说你这个怎么用这个模型来去提高这个效率啊？然后因为我看到一些数字。就是之前的数字是说那个 Meta 不之前说所有员工都是 unlimited token， 然后随便用，然后他来 capture 就说大家这个提效到底是多少？但是我看的那个外面的文章是说，他最高的那个人是说提效是200%，然后他的 token 使用量是其他人的可能是10倍，对吧？然后就是说他的那个提效是200%。但是呢，我问了这个朋友呢，然后他是说，实际上自己提效，他能看到的是5倍到10倍都不止，对吧？就是你如果用的好的话，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 revenue 的增长，就是你的 revenue 的增长，因为这个提效是不是能够提高5%到10%，这个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就是。它是就是 business 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对，所以现在就是不管现在你这么多个公司，你去做，你想你招了人去做，对吧？最后你一定能做成。是，对吧？实际上就这个它没有改变。所以目前还是在降本增效的，都能够这提效吧？哎，现在在降本增效的，但是他们并不一定能够赚到钱。就是对，因为上次其实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就是我们有一期节目的时候，就是我在聊各种应用的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月嘛，红魔的使用嘛。对。然后赵问了一个灵活问题，然后我觉得他问的特别好。完了就是说，那你公司的收入是不是因此而增长？就是有多少能够 attribute 到用了 AI 这种东西？其实这部分是没有一个定论的。确实。因为我觉得跟不同的企业的它的那个目前的 serve customer 的这个形态可能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盈利模式啊，可能还是直接可能像 hyperscaler 卖 token 这件事儿，可能就直接看到这个revenue 的增长，对吧？但是这事儿也是不一定是可持续的因为最终的那些客户他得在就是您上次说的嘛，这也最终还是。消费者得买单嘛，对吧？所以最终还是全球的 GDP 嘛，是 GDP 是不是真正增长？是不是真正增长了，对吧？是不是增长了？你别说是什么几倍了，就是 GDP 如果是在下边1-2年之内，你能够看到是有一个 significant 的比以前要上很多的，就是现在5-6% 的，然后你要能看到说是有10%的、20%的。对，反正那个就是有几个不同的思路，就是说就 consumer 这边，就是消费者这边，到底什么样的就是新增的市场在飞速蓬勃的发展，对，并且带来了巨大的收入的潜力以及这个市场。然后就是这个同样的问题，因为赵问我们这个问题之后，我得把这个问题记住了。我每次跑团的时候，你都去问一下，我问一下，对，然后这里面就是直接就过滤掉了90%的那些，就是那个狂热主义者，因为他不是太好了什么然后就说那你收入增加了多少？因为这个呀，因为这个，对，然后有几个人给我的就是回答，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他说，首先第一个就是内容创作这个领域，就是真的是 AI 带来了巨大无比的新增收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是 AI 短剧，就现在短视频的生成，就是以及就是短剧的生成，整个这个行业被迅速的被 AI 化，非常快。对，就是。但这是一个新增的事，对，这是一个新增，所以其实还是挺好的，因为你要是新增了的话，这样的话就实际上 AI 是有用的嘛，就是你别就总是吧。我觉得 AI 短剧真的是很 evil。其实我刚才那个不是一个肯定，我说它是不是新增市场，因为短剧这个是以前就有的就是它变成了用 AI 做短剧之后，就可能是不是整个的演市场是不是就失业了？对，他们失业了，而且就是他们所有的这些成本都在往下压，对吧？从那个平台拿到的钱，以前一个剧他们能拿到了可以做到几千万美元、上亿了吧？而现在的话就是都往下压了。对，就是虽然这个量是大的，比较容易做了，然后但是最后呢，
这个每家公司他们赚的钱是不是增加了？前几天我播到瑞士 Davos 参加这个 Technology Summit，对，它是一个 robotic 这个 AI 的 summit 所以欧洲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 Sony AI robotic 这一块，因为是在尝试。那我碰到一个在瑞士做公司的一个相当于 SaaS 公司的一个 CEO， 他说呢，去年因为这个 AI 的降本增效，他把大部分的 program 都给砍掉。对，所以他公司现在每一条 product line 3个人，就一个 program 嘛，一个 product manager， 一个对吧？对，就每一条 product 3个人，他就过去的1年他是这么 operate，他还是有好几百个人，对，就是跟 program 在去的，然后他说呢，最近这几个月，他发现，因为他突然可以多做很多 product，他觉得又需要把那 program 又招回来，因为他是很多product，在降本增效的第一步以后，就是我原来就这么多 product，我就把那个用语人去掉。但现在因为他那效率高，他可以做更多 product。他这个3个人虽然挺少，以前几十个人、10几个人，对吧？那他现在因为做好几百个，这是产品，所以他把 program 太往回烧了。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他好像。我觉得他是有点像有一个 indication， 他是比别人早走半步那些，现在走第2阶段的开始阶段。如果他是一个 indication 的话，大部分公司都走这个阶段，那可能会后面这一步会起。那最后的话，还是就是他可能是原来10个 product， 然后做成100个，他赚的钱更多了，对吧？但实际上会不会说？他做100个是说把以前做本来那些还有其他公司做另外那90个产品，把那些公司给干掉了，对吧？就是最终用户的话，是不是说我就是包括你在公司里面，比如说你用的产品或者你付的这些钱大概就这么多，是不是现在我愿意多付了，对吧？就是因为最终的话，就是这东西传导是不是会传到最后？对吧？还是最后那个就是人类整个的 GDP 会关键点还是 GDP 的问题嘛？对，或者也说有家法可能有一个钱啊，就是你换一个地方，对，你才会可能是一个财富重新分配，对吧？就是说掌握这些人，先掌握他们因为这一波把更多的财富拿到他们的手里来，那其他就把其他的一些人干掉，是不是只是一个财富的重新分配的，还是说是一个真正让人类的这个 GDP 能够那就看生产力啊，各方面。我觉得这个视角确实是，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对。而且现在我觉得好像越来越多大家比较关心如何更加 efficient 的去用这个 model， 对吧？因为现在有更多的公司，我听说是开始就是考虑中国的开源 model。对吧？对 ，P-mini 或者这种就是其实效果也不错，就包括智虎，对吧？最近也开始就是说，开始 popular 了，对吧？就是大家怎么在这个效果 budget， 然后这个中间再去做一个权衡嘛，对吧？我知道您2位，然后都是自己亲历，也可以给大家share一下这个。是有些就是很多 practice 适合你，就是 common 对呀，也不一定说你是用什么特别 special 的 tool， 就是你这东西你要想一想说它这个首先呢就是说聪明的那个模型更贵，对吧？那你最好不要全部用它。那你在什么情况下用呢？那你要看一下说，那其实它这个每个模型都是 input token，output token 一般是 input token 的5倍以下，对吧？那就是说，如果是输出的这个东西比较少的时候，那你用那个贵的模型的话，其实没有那么贵，对吧？那整个一个流程的话，因为你整个一个流程你是先有 planning， 对吧？然后呢，把 plan 都写好了之后，再去 execute 一个一个去做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你不需要是说你有一个什么特殊的这个东西，对吧？就是你有 Codex 这个，你有这个 Cloud Code 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其实呢就是说你在做这个 planning 的时候，对吧？或者你在 cursor 里边，然后你选 plan 的时候，你来选这个 Fable，对吧？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他读了一大堆的你的这个整个的什么你的 code base 或者你来所有的这些材料，对吧？那这部分呢相对还比较便宜。然后你让他出一个 plan 呢，这个 plan 也就几千字，对吧？撑死了1万字，所以是一个很少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用最强的模型呢，
是非常适合，对，然后也花不了多少钱，对吧？然后他一旦把这个方案写好之后，然后他里边每一步去做的时候，这个其实它就相对比较简单。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 daily execution 太就是你先让他，就是比如说你在 Cursor 里，对，或者是你在这个Cloud Code 里，你都是，就是说你要先做一件事，然后让他把你的这个整个 code base 读了，然后你说我现在要做一个什么 feature，然后你去帮我把这个所有都给写出来了。Cursor 里面它专门有个 panel， 那他就会去帮你写一个这个 MB file， 在里面全部的写好，然后你自己读了觉得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或者是需要改的，对吧？都搞好了，搞好了之后呢，你就把模型换了。你就换成那个 Compose 225的非常便宜的，然后就开始让他去一个一个去帮你做，对吧？就按照这个他写好这个 plan 去做。所以这个时候，这样的话，他们有人做这个这个统计，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大概能够把你的 token 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价钱可以降到原来的1/5。对，这几个大的抓手嘛，就是优化的几个大的抓手。第一个就是黄博士讲的这个。就是这个模型的这个选型或者模型的 routing， 然后就是rule sum 就是10、80、10，就是10% 就是最早的 planning， 就刚才说的这个 planning，你可以用好模型，对，千万不要反过来，把一个烂模型做的这个 planning， 然后会让后面的那个好模型就是这个做的时候非常的这个难受，最后重新做。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这就好像说你请了一个设计师给你设计了这个装修的情况，对吧？那你总能让同一个设计师再去给你就是去 order 你的沙发嘛，对不对？对，后面那个这样分下去的人。然后最后的10%呢是这个验收，对，然后验收的时候又需要算时，然后对。然后如果要是这整个100%你全用最昂贵的模型，确实是。然后这个是可能是效果最明显的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就是缓存的这个对，因为收入的时候它会有缓存的那个价格，可能是1/10，就是如果你中了的话，它差你的钱可能都10%，所以就是这个缓存的管理也很重要。所以你是用了它的缓存会便宜？不是缓存的话，就不是说你能够去做的，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是那个 context IP， 就是你放在你的这个 context 里边的话，你要保证这部分如果是不动的话，就是那个是不动的。对，比如你要是改它什么次序什么乱七八糟，这个都有可能让它缓存失效的，对吧？所以这个呢，是不是说普通人可以去做的？那这个基本上是说是 Cursor 啊、Codex 或者你是一个 beta 的开发者，对你的开发者，你能够设计要去设计的你这个 context window 怎么让你的让它就是基本上是 stable， 对吧？这样的话，它那个模型读进去的时候，它就觉得说这地方没有动，对吧？那它就变成 cache price， 一下也降上去了。有这个开发者做了个实验，就是说，因为就是实际上他在网上送那个指令的时候，他其实会在前面加好多的这种 context， 对吧？比如说我是谁，我希望这个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来回答我，类似一大堆，对吧？他就说我要是先把变换图放在前面，然后再把固定图放到后面，和反过来的这个价格差的特别多。后来一看，主要就是这个 cache， 对，所以你要把固定的东西都放在前面，对，后面一个一个的加。对，所以它前面一进去这些都一样，对吧？所以他认为这是cache了，然后后边才那点变了，对吧？因为反过来的话，他cache一看就已经是变了，那不行。第三种呢，就是刚才你问的那种方式，就是你让它变成你。我这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分工就还不错嘛，对吧？你就是我假设你是用 Cloud， 你就把这个模型调到分工，就是把你告诉他，你就让他说你便利一下我们俩有史以来所有的对话，然后就是你帮我分析一下我们就是聊的都是什么，然后犯过哪些错误，然后能不能够给我生成一些 skills，就是其实就是优化将来我怎么用。然后你跟他讲，你说就是要确保说我就用这个低档的模型，以后我就能做到90%的你的这个功能，这只是一个例子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让大规模来研究你，然后知道说原来是这样的偏好，比如说就在别的方式下，就是你看到很多模型它的固定的套路是，它给你回答一个问题之后，它接着会问你2个问题。
你要不要我怎么的，对吧？他就想让你一直跟他聊下去，你就觉得很烦。就比如说你有你自己的要求，你说你以后不要这么拖泥带水，你就直接把这个什么都给我就好。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省不少的这种沟通的来来往往的这个。所以第三种模式呢，是让大学生去学习你，然后针对你生成一些固定的 skills，然后这也是一种，就是这是对个人比较友好的这种方式。对，趁着非过饭还在，你培养便利一下，便利一下。你说就是你真正想说，哎，我要发一个什么样的，我有什么样的观点，然后我要做什么样的视频，这个其实你是花的没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但是你呢，最后像我以前，我可能确实得需要差不多1-2个小时才能把这个视频搞好。对，最多时间是花在就把 host 就去，对admin 的时间。对的 admin 的时间太少，所以你现在就是确实不需要就其他人来帮你做这个事情，对吧？自己就够。也得有您这个本事，把这个一步一步的。对，您这个其实你只有试一次，发现其实自己挺简单。对，听黄博士说这个，我就想起来那个，就是以前不有本书什么那个论叉的这个个人修养嘛，我在想就是论一个 founder 的这个个人修养里面，可能就是自我蒸馏是一个必备的东西，必备的。确实是，对，我感觉我现在我也在蒸馏自己，天天写各种 skills，然后把自己蒸馏。那你自我蒸馏以后，你也是提效。那我还是回到你原来问的 GDP 怎么是从你个人的角度，从我个人上以后，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孩，是吧？但是关键是人有增长，对，我觉得关键增长没有那么明显哦，不是，比如说我在当然。对于我来讲，它不是 regular 的增长，是我的粉丝的数量增长，对吧？那也是渐层外增长，对，我觉得至少呢，我已经是最近我觉得做到了呢，就是我的这个 AI 产生的视频呢，它的播放量能够做到10万，就是因为就是一个视频号能够有10万以上，对吧？再加上其他应该可能有几十万，我觉得它基本上到这水平了，而且到了一个水平呢，是说没有人说。我这个视频是 AI 做的，但是有人说你怎么把那个字儿给念错了？来想想啊，这个那就肯定是那个我死了。敬请期待下一期，我们不仅会聊到一台真人大小的机器人，还会现场展示它的互动与实际操作，更有特别嘉宾 Alan Young 教授加入我们的讨论。欢迎点赞、关注、转发和留言，我们下期再见。